大家好，时隔2年，念念不忘，爱必回响。可能谁也想不到的是，有匪居然又让王一博傲娇了一把。2022年20位古装美男新星榜单再次火热出炉了，于匪夫妇再次联手出击，再次横扫了众生养眼、经典传颂的俊男美女，都该有的那种别样的殊荣。我说过，有匪里面的王一博和赵丽颖，人不在江湖，人还在剧组。却依旧挡不住滚滚江湖的赞歌与传说。这传说恐怕在未来的10年里面，依旧会传唱回响，念念不忘。说到底，人世间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一个字，那就是一个爱字。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之前新闻我刚刚聊过了，爱搞搞新意思的爱漫数据，有关20位古装美女的2022年最新盘点。电视剧女王赵丽颖无疑成为了最无争议的古装美女代言人了。20个里面占去了5个的这个相当傲娇的成绩，真的是牛逼哄哄，舍我其谁的感觉。那么您猜2022年20位古装美男的新星榜单当中，王炸弟弟王一博的成绩又如何呢？俊男美女齐活的那部大热的有匪，又帮助这个争气的而且是厉害的王一博占据了俊男第几的排名榜呢？话说你还记得赵丽颖的古装美女周翡在20美当中又排在了第几位呢？这回爱漫数据的盘点结果依旧是基于每一个角色的热度指数得出来的。此外，不包括那些诸如乾隆啊、杨过啊等等的多人演绎过的、多次影视化的角色。而这份热度指数的统计时间依旧是从2021年的9月22号到2022年的2月2号，这段将近半年的时间。统计的原理我也曾聊过的了，是所有娱乐受众们但凡提及到了某个古装角色名字的时候，大量使用到了帅啊、美啊等等的文本形容词的言论数量，跟着呢进行综合指数化后得出来的那一种比较科学的热度指数来的。看过我之前关于古装美女20美视频的朋友们，可否记得排名第一的是谁呢？而且和他拍过对手戏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没错了，就是《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的扮演者胡歌了。只是因为我万都想不到的是，胡歌的李逍遥居然仅仅排在了第7位而已，和第1位的差距感其实还是有些远的。话说古装剧是大家伙老少咸宜、无需烧脑的，而且是都喜欢看的类型剧。因此呢，这些年来古偶剧简直就是井喷一般的特别的多。而且古偶要的就是偶像现身，要的就是颜值担当。于是乎，高颜值的古装男主以往都是古天乐、胡歌、焦恩俊这样的所谓五官立体、俊朗出众、古典美学玉树临风级别的超级大帅哥来的。反过来的，现在的大众审美就悄悄的变化了，就悄悄的讲究起来了个人的脸谱和招牌的特色了。无疑，王一博就是这样的一个里里外外都特别符合现代观点和需要的特色美男子。那么您猜，王一博在屈指可数的古装剧当中，美男造型到底有多少个上榜了最新的20美呢？古装美男20美当中，排名第11的就是让王一博一战成名、大火造神的蓝忘机了。这个成绩有意外也不意外，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胡歌一样，同一部剧，同样的口碑经典，
刘亦菲就轻轻松松的拿到了第1，而胡歌只能拿到了第7，这就是意外了。所以呢，王一博的蓝忘机拿到了11，真的是不算意外的了。而且胡歌的梅长苏显得更加的悲催了，居然才排在了第17位。要知道琅琊榜当中呢，这个胡歌演技堪称教科书的了，他的扮相也是帅的一塌糊涂的了，特别是胡歌无处不在的那一种眼神杀，配合上大量的微表情，所有的微情绪都能够让人轻易的 get 到。更加夸张的是，胡歌那些故意放缓的语速，故意压抑的语调都特别的带感。外表张力的帅气配合内在强大的魅力，简直是无敌的了。这感觉就像赵丽颖所饰演的花千骨一模一样。赵丽颖当年饰演花千骨的时候，正是处于赵丽颖最佳颜值的最佳状态，因此呢，赵丽颖的演技杀当年也是全面绽放，让幸运的观众们一道见证，有目共睹的了。于是乎，赵丽颖这部花千骨的巅峰之作，成为了她怒放生命的最美化身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在想，除了胡歌，应该没有第2个人能够如此精准的拿捏和演绎梅长苏这个内心活动特别多的传神的角色出来的。我之前也聊过的了，胡歌其实跟赵丽颖的互动和交集的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真的是英雄会英雄，总会惺惺相惜。有时候我也在想，其实王一博和胡歌同样产生出交集的话，未知的化学的效应同样是让人格外期待的，因为绝对会有火花出现的。同样是大热剧的大热人，一个角色排在了第11的位置，一个角色排在了第17的位置。那么您的看法呢？你又如何期待这种的交集呢？胡歌的情绪控制真的是很牛逼的那一种，很无痕，很到位。这种演技真的是情绪处处寓意满满，代入感强烈。正所谓彼时陌上公子颜如玉，如今江左梅郎世无双。胡歌自己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同样值得年轻的王一博好好的去拿捏，好好的去学习。他说的其实很简单，他说回不去的容颜，求不来的蜕变，如果皮囊难以修复，就用思想去填满它吧。真的是很深奥，也很直白。这或许就是胡歌20年演技最精最简也是最好的总结了。他把梅长苏成功的打磨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的符号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经典的角色了。如果参考他的境界，顿悟他的思想，注定能够帮助王一博站得更高的，进步得更快的。话说这份最新的古装美男榜单，比拼的其实就是人气和热度，背后还是看不见的流量之争。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左右市场的手。可以说王一博就是掌上明珠般的存在感的顶流，再加上主流的宠儿了。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新闻我就喜欢
站在永远与别不同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永恒趣味的娱乐圈。老实说，王一博的现代装大家伙都知道，酷帅带感，相当的不错。而王一博的跳舞的业务能力也是属于实力雄厚，格外的出众。而在演技这方面的话呢，依旧处在上升期，就像那个百里弘毅一模一样。那么您猜，刚刚过去的这部《风起洛阳》和这个《百里少年》，王一博的古装扮相到底名列第几了呢？答案是百里弘毅排在第8位。有关百里弘毅的人设、演绎等等详细的介绍，欢迎您自行回顾一下，我就不在此额外的赘述了。说到这，您一定非常好奇，到底那一部《有匪》中的王一博所饰演的美男谢允，到底排名第几了呢？那么我先来问您一句吧，您还记得赵丽颖的古装美女周翡在20美当中又排在了第几位呢？没错，第13位。很显然，这个成绩不是赵丽颖最好的成绩来的。跟着呢，您还记得赵丽颖在古装美女20美当中排名最高的角色又是什么角色呢？没错，是排在第2位的花千骨了。那么，凭什么花千骨成为了赵丽颖最高最美的高分人设了呢？说到这，您再回过头想想看，王一博最拉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古装高分人设又是谁呢？很明显，对比王一博的3大古装美男形象，只有谢允的一见钟情、两情无猜，以至于那九死不悔的淡定的心智，让观众们最容易感动进去、共情进去、融入进去。这其实就是跟花千骨的爱情观同理了，都是非常让人刻骨铭心、过目不忘、印象深刻的那一种。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煞孤星出生的时候，满城鲜花尽数凋零，故取名花千骨。他性格天真，敢爱敢恨。原本他属于心无杂念，结果呢，自从在群仙宴上初遇了白子画，便注定了此生此世为他沉沦了。于是乎，17根销魂钉，103剑，16年的囚禁和2条命，他算是被命运彻底伤的完全是体无完肤的了。结果呢，他却依然深爱着，依旧不肯放弃。这份执念，这份勇敢，这份九死而不悔的决绝，都成为了谢允肉眼可见的足以排在百里弘毅和蓝忘机前面的最内核的原因了。那么您猜猜看，谢允到底在20美当中排在了第几位呢？因为我感觉，爱其实就是人类无需解释的共通的语言来的。就像《有匪》这部剧，不仅帮助了赵丽颖成功的换来了20美的加分，更加换来了王一博在20美当中的最高分。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的了，那就是只要爱通了，那么人气指数、印象指数、热度指数什么的也都会一一打通的了。同样是描述爱恨情长的九路飞将的羽凤行，我其实早已经专题的聊过了。云匪最终重聚与否，再刷俊男美女的人设与否，都是满满的期待值，都是满满的未知数来的。
总之，赵丽颖这边厢一直都在考虑当中，而且除此之外，暂时还没有继续接其他新本子的动向了。到现在为止，都无法敲定出演与否，这本身其实很值得玩味。赵丽颖现在的重点，大家伙都知道，都是好事多磨的幸福到万家。发行许可证之后的所有的定档和等待，其实就是足以影响到赵丽颖的下一个动作的关键所在了。2022年机遇未知，变数更多，但是呢，云匪二人的起点都不错。这一份2022年市场和热度参考意义非凡的古装20美的成绩单，让赵丽颖的狡兔三窟更加有底气了。另外一边厢，即便王一博现在似乎压根儿就不给自己退路了，然而呢，厉害的是，即便风水轮流转，结果呢，依旧是花落一博家。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王一博的蓝忘机排在了11的位置，王一博的百里弘毅则排在了第8的位置，最后王一博的谢允则排在了第4的位置。也就是说，但凡王一博出演过的古装美男，居然都无一例外的上榜了。王者有时候就是哥的心已经不在这个江湖了，已经退出了古偶的江湖了。结果呢，整个江湖私底下都是哥的影子，哥的传说，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